齐道林又将一座铜殿作为战利品赠予石浩，并将仙殿传人收服，随后消失在虚空之中。石浩在战后收获了大量珍贵的宝药，这些宝药的价值无法估量。齐道林的离去让在场的众人议论纷纷，而石浩则将目光转向了月禅主身。尽管他及时使用了破玉符逃脱，但石浩的心中已有了计划。在这场战斗的余波中，石浩与青衣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青衣决定独自前往一处神秘之地静沐，而石浩则邀请他一同前往，但青衣婉拒了。两人在月光下漫步，石浩承诺在即将到来的大赛中取得胜利，并邀请青衣共享胜利的果实。青衣的离去和齐道林的即将远行让石浩感到一丝不安。齐道林告诉石浩，他将前往火州一个重要的地方，之后会消失很长时间。在离别之际，齐道林严肃地叮嘱石浩，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要为至尊一脉争光，尤其是要击败仙殿的传人。石浩在至尊道场中准备自己的离去，他计划寻找打神石和黄蝶。石浩刚要点头，齐道林又补充道：“尽管他很强，你多半不是对手，但一定想办法将他给我斩了。”石浩对此感到不服，并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对方。然而，齐道林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他解释说，仙殿传人所修的古法极为强大且危险，即使是他也没有预料到仙殿传人会成功修炼。这种古法的修炼难度极高，一旦成功，将会带来战力的爆发性增长。面对这样的对手，石浩虽然心中不服，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考虑去询问青衣，看看是否能够获得这种古法的修炼信息。比你想象的还可怕，是一个不灭的生灵所创。不过还是不要学了，一人分成两身，一个弄不好就会出大问题。石浩一惊，想起了被镇压在下界五行山下的至强生灵。不灭的生灵？他问道。齐道林解释道，那个存在很可怕，据闻是这一纪元最古老时代的无上生灵的一父子，也许与鲲鹏有关，当然只是传说。齐道林提到，这个不灭生灵曾被封印在混沌中100万年，后来才得以出世。石浩对这个神秘的不灭生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齐道林警告他不要尝试学习这种危险的古法。他解释说，仙殿所得的法并不完整，且有缺陷。不灭生灵的古法允许他分身为二，即使一身体死亡，另一身仍然可以存活并重生。每次死亡和重生，不灭生灵都会经历涅槃，从而变得更强。这意味着要彻底杀死不灭生灵，必须同时杀死他的2个分身，否则每次只杀死一个都会让他变得更强大。石浩询问不灭生灵的下落，得知他已经进入了广袤无人区的深处，这让石浩联想到其他几位强者，如柳神和小塔，可能也进入了禁地的核心区域。齐道林特别提醒石浩要小心天人族的行动，因为他们的护道者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采取极端行动，而且会非常谨慎，不留痕迹。我有自保手段。石浩道，身上有2枚破戒符，不用担心，静等大赛开始就可以了。等再次出来，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他曾听闻这样的旷世天才大战，每一次最短也要1年，最长的一次居然长达100年，那些人才出来。时间最长那次，甚至有人逆天，直接成就了天神位。努力吧，进入仙谷，除却最大的造化，还有其他绝世神果、仙料等，得到一种就受用终生。比如说天神果，吃下去的话，嘿。齐道林眼中灿烂，他很遗憾自身进不去，不然的话一定会将些圣人木、天神果、仙胎等扫荡得干净。各大教都在觊觎大赛中的神圣之物，因此他们不仅培养弟子参赛，还鼓励他们争取生存下来。即使不能获得第1名，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弟子们也能获得巨大的收获。石浩对此表示了对潜在危险的关注，并询问了齐道林关于可能遇到的危险。齐道林提醒石浩，虽然天人族在最近一次的对决中败北，但他们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石浩对此有些轻率，认为天人族已经没落，但齐道林纠正了他的看法，提到了天人族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30天君。这位天君曾融合了3块天命石，尽管他的资质起初并不出众，但通过3次完美进化，他的实力变得深不可测。石浩对3弹天君的故事感到震惊，他询问这位天君是否还活着。齐道林告诉他，3弹天君在探索一处仙谷遗迹时失踪了。随后，齐道林提醒石浩，百川汇海的选拔和报名已经开始，而他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因此他建议石浩自己想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石浩对齐道林的突然离去感到有些无奈，心中暗自抱怨老头的不负责任。他知道一些大教可以直接选送弟子参加比赛，而不需要经过繁琐的步骤。齐道林似乎看出了石浩的心思，轻松地告诉他，随便找个道统混过去就可以了，选拔过程并不严格。在离开之前，齐道林还叮嘱石浩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告诉他自己将前往火州的仙矿，希望能找到一些造化。石浩对仙矿的存在感到惊讶，他知道火州有许多神矿，生产各种珍贵的天材地宝，而仙矿更是传说中的存在，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进入。齐道林解释说，他之所以将道场设在这里，是因为一直在关注那座古矿，等待机会。他曾偷师百家，在一处圣地中盗得1枚古片，
上面记载了关于仙矿的秘文，让他能够感知到仙矿出事的征兆。经过多年的等待，他终于看到了希望。10号请求齐道林带他一起去长见识，齐道林痛快地答应了。他们来到了火州的一片戈壁，这里荒凉无垠，等待着仙矿的出现。经过6天的耐心等待，终于远方的地面出现了裂痕，喷发出耀眼的仙光，伴随着大道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10号感到震惊，而齐道林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身体上浮现出古文。齐道林激动不已，他发出绚丽的符文，带着10号冲向这座古洞。洞内散发出浓郁的神圣气息，即使是齐道林也感到震惊。他甚至考虑将这里开辟成自己的洞府，因为这里的仙道气息太过诱人。然而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里并非善地，而是隐藏着未知的危险。10号发现这座古矿实际上是人为开凿的洞府，洞壁上的符痕、剑痕等都是绝代高手所留。齐道林更是震惊地发现，这些痕迹蕴含着无上大道之力，显然不是普通人所为。他们发现洞府的石壁是由混元石构成的，这是一种诞生于混沌中的至宝，坚硬无比，价值连城。齐道林对这种奢侈的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对至宝的浪费。他们推测这座洞府可能是仙古时代的遗迹，由几位盖代高手共同开凿。洞壁上的裂痕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至宝对拼的痕迹随处可见。齐道林最终明白了，这座洞府实际上是一块混元石残片，原本是一件完整的至宝，但在战斗中破碎，后来被用来炼成了洞府。即便如此，这座洞府的超凡脱俗和神秘莫测仍然让人充满期待。师徒2人继续深入探索，齐道林盯着前方，越发神色凝重。果然是在大战中受损的混元石。在仙矿的空旷道路上，师徒2人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混元石料，它从洞壁上脱落，断口处布满了裂痕。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象，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激烈碰撞，以至于连混元石这样坚固的至宝都出现了破损。混元真仙的传说让人敬畏，他们与世同存，万古不腐，但即便是这样的顶级仙料，也难逃破碎的命运。齐道林只是10号将这块混元石料收起来，尽管它已经皲裂，但在外面的世界中，它仍然是一块神圣的宝料。即使是一小块混元石，只要在炼制秘宝时掺入，也能显著提升宝物的品质。这块混元石料长达9尺，如果拿出来拍卖，定会引起轰动。10号没有丝毫犹豫，将这块珍贵的混元石料收入乾坤袋中。不太妙啊，阻力越来越大了。齐道林蹙眉。随着10号和齐道林的深入探索，仙矿的石壁上显露出的符痕和剑草等痕迹所蕴含的大道奥义越来越强烈，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甚至让周围的空间都显得模糊不清。10号心中暗自惊叹，这里的气息令人感到恐惧，难以想象当年是何种境界的竞技强者在此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洞壁上出现的古老刻图更是神秘莫测，它们散发出的雾气和图案中的古代先民以及各种奇异生灵，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古老强大的气息。齐道林感到了压力，他放缓了脚步，额头上冒出了汗水，全力以赴地运转自己的天宫，以对抗这些刻图中蕴含的大道奥义。突然，一幅刻图中的先民手持的剑迸发出了剑气，剑光如虹，直接斩穿了虚空。这一幕让10号目瞪口呆，他无法想象当年雕刻这些图案的人究竟有多么强大。齐道林也只能选择躲避，而不是硬汉这些剑气。齐道林庆幸地擦去额头的汗水，而10号则沉默了。他们心中都清楚，如果这些刻图中雕刻的是真仙，手持法剑，那么劈出的可能不仅仅是剑气，甚至可能是仙光。这些刻图不仅仅是艺术作品，它们蕴含的大道真意，足以让任何强者都感到敬畏。齐道林的神色变得凝重，因为他注意到那些古老的刻图中的剑已经断裂，石刻也已受损。这些刻图的残破状态似乎暗示着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战斗。10号轻声感慨，这里仿佛是一部战仙图录，如果能在这里修行，参悟那些符痕、剑意以及各种生灵的古图，将能获得终生受用的宝贵经验。齐道林深有同感，他认为即使在仙古时代，这样的地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修行之地。他甚至有些不舍，想要坐下来闭关，深入感悟这些古人随手刻下的真图，从中领悟无上的真意。然而他也知道时间紧迫，根据他得到的古片记载，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有限，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最终齐道林和10号来到了仙矿的深处，这里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古殿，仙气弥漫。这里的环境神秘莫测，洁白的雾气缭绕，仿佛他们已经踏入了仙人的居所。在这里仅仅吸一口气就能感受到全身的舒泰，机体仿佛在发光，伴随着光晕，给人一种即将羽化飞升的错觉。了不得的神圣古地，真是不可想象。就是齐道主都睁大眼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这座宏大而幽静的殿堂中，10号和齐道林感受到了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氛围。殿堂内供奉着许多神位，流动着秘力，而四壁上的图案从花鸟鱼虫到古代祭祀，再到仙明、日月、各种生灵、仙料等，无一不显得非凡。这里的所有压力都似乎被内敛在图案之中，
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格外安全。齐道林告诉石浩，他将去寻找他所追求的至宝材料，而石浩则选择在这里盘坐一会儿，希望能够从中悟出些什么。齐道林提醒石浩要小心，并不要离他太远。石浩开始了他的修行，他的目光扫过石壁上的图案，每一幅图案都蕴含着大道的气息，让他的心神为之动摇，仿佛要被吸入一个个宏大的世界之中。在这种沉浸式的修行中，石浩逐渐进入了一种深度的冥想状态。不久后，石浩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齐道林注意到了这一幕，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石浩脑后出现了一道光环。这道光环逐渐凝聚，祥和而灿烂，仿佛一面镜子，将石浩衬托得如同一位古僧或神主。光环中的光华流转，竟然映照出了石壁上的图案，包括刀痕、符刻、先民、日月、各种生灵等，仿佛石浩在模仿这些古图，与他们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小子还有这种能力？齐道林直叫邪门，非常吃惊，因为他竟感觉那神盘映现出的图案与石壁上的一样，蕴含诸多大道真意。道主，你在说什么？石浩抬头看向他，在他说话时，脑后那如同镜子般的符文神光消失了，他并无所觉。齐道林对石浩脑后出现的神秘光镜感到惊异，但他很快平静下来，告诉石浩继续他的参悟，不要分心。石浩的脑后光镜如同宝镜一般，映照出洞府中的各种古图，显化出大道的奥秘。齐道林虽然心中有所感悟，但并没有打扰石浩，而是转身前往殿堂的前方，寻找他所追求的至宝材料。石浩在一番体悟后，发现这里的大道太过深奥，短时间内难以领悟，于是决定向前走去，看看齐道林有何收获。他脑后的光镜依然在映照，但石浩并未过多关注，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齐道林。齐道林站在殿堂前方，震惊地打量着供奉的物品。石浩也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发现所谓的神位实际上是各种仙料，它们散发着蒙蒙光辉，被雾霭淹没，景象令人惊叹。齐道林感叹，这里不愧是被称为仙矿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天缺石、世界石、混元石等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至宝材料。石浩也被这些无价的至宝粗胚所震撼。齐道林激动地想要将这些仙料收走，但却发现它们如同幻影一般，一触即破，消失不见。原来这些仙料早已被人取走。尽管如此，石浩还是发现了另一边的材料，如虚空金、五行金、大罗仙金等，同样珍贵。齐道林再次尝试收取，但结果依旧，这些材料仿佛是幻影，只有在他们的手掌离开后才会再次显现。这表明这些仙料虽然存在，但却无法被轻易取走，他们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保护。可恶！齐道林低吼。他们目睹了无数传说中的至宝材料，如真龙角、黄慧等，却无法触及。这种遗憾让他们感到心如刀绞。齐道林在尝试收取这些宝料时，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他感到愤怒和不甘。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殿堂的最高处，希望那里供奉的东西能够有所不同。石浩发现了一块石头，这让他们都感到惊喜。然而，当齐道林将这块石头收过来后，他们发现这只是一块普通的黑色石料，而非他们期待的至宝。这里曾经供奉的宝物可能已经被仙古时代的人们取走，只留下了一角石皮。在尝试撼动那些看似泡影的宝料时，齐道林发现他们都被强大的封印所保护。尽管封印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力量干枯，封印皲裂，但仍然难以撼动。就在这时，一声莫名的叫声响起，伴随着巨大的威胁，似乎有某种强大的存在在古殿一侧苏醒。齐道林在紧急情况下运转自己的八九天宫，甚至喷出一口血以增强力量，集中全身的战力攻击一种宝料的封印。在一声巨响中，他成功抓取了宝料，并带着石浩迅速逃离了这座殿堂。他们冲出仙矿时，古洞喷薄出锐气和仙光，显示出他的神圣和不凡。当石浩和齐道林逃离仙矿后，他们回头望去，目睹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变化。那座承载着仙矿的大山开始缓缓沉现，似乎即将重新没入大地之中。而在洞口出现了一个人形生灵，他身上闪烁着七彩霞光，正注视着他们。齐道林一看到这一幕，立刻惊叫出声，因为他意识到那不是怪物，而是一块通灵的七彩仙晶，这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至宝粗胚。他感到非常后悔，因为他们原本以为那是一个危险的怪物，所以选择了逃离，没想到错过了如此宝贵的机会。石浩试图安慰齐道林，提醒他那仙晶已经通灵，呈现出人形，看起来像是一个女性。然而齐道林仍然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手中所得到的宝物与那块七彩仙晶相比，光彩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他的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在修行者的世界里，至宝的价值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而错过这样的机会无疑是巨大的损失。石浩沉默了，他心中明白那块七彩仙晶的超凡脱俗，齐道林可能并非其对手。他猜想，那仙晶之所以没有走出古洞，或许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想要将整座大山和仙矿收走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古书中所记载的，机会确实是稍纵即逝。那座大山在混沌气的缭绕下，缓缓沉入地下，最终消失不见。他们知道这座大山将会移动，可
可能要数千甚至上万年后才会再次出现。10号好奇地询问齐道林得到了什么。齐道林起初皱着眉头，因为他并不认识手中的材料。这块材料看起来灰扑扑的，没有丝毫光彩，如果扔进土堆里，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它。但很快，齐道林的眉头舒展开来，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他发现这块材料异常坚固，无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损毁它分毫。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齐道林大胆地得出结论，这是一块仙料。这块既非金属也非石头的天材，坚固而不朽，大小足以有人头那么大，如果用来炼制秘宝，绰绰有余。道主，你这次收获巨大啊！10号羡慕，仙矿自古存在，多少人都想进去得到至宝，结果都失败了。齐道林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守候了数千年，终于捕捉到了那短暂的机会，从而获得了珍贵的仙料。即便只是这样，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也足以在上界引起轰动。仙料是极为罕见的宝物，自古以来能够发现的仙料寥寥无几，各大教派都会为之眼红。仙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稀有，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大道法则和无穷潜力，是修行者梦寐以求的宝物。小子，你的收获不会比我小。齐道林露出异色，看了他一眼，说道。他认为10号在仙矿中的体验和感悟，虽然目前看来没有直接的收获，但未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体现。他提醒10号，在今后的修行中，如果遇到蕴含大道奥义的地方，一定要停下来仔细揣摩，哪怕一时无法领会，也要投入时间去钻研。在分别之际，10号突然想起了至尊殿堂的事情，告诉齐道林可能被一只大乌龟驮着从下界上来了。齐道林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银皇最先看到了这一幕，并因此遭到了仙殿传人和几名老仆的追杀。10号意识到这种事情连一些初代强者都已知晓，齐道林作为至尊殿堂的道主，自然会更加关注。齐道林坚定地表示，他一定会让至尊殿堂的传承再现。他全身散发着光芒，目光坚毅而炽烈。随后，他撕开虚空，离开了现场。10号也踏上了自己的旅程，离开了火州和天仙州，开始了新的探索和修行。这次仙矿之旅虽然充满了遗憾，但也为他们的未来铺垫了道路，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